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看了33岁谭健次和杨紫的同框状态，内娱意男评不是白叫的。以近期热播的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为例，谭松韵与许凯共同演绎了一段职场爱情故事。尽管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体型差异，但都拥有着如新月般秀气的眉毛和如玉般光滑细腻的皮肤，展现出童颜的魅力。若披上婚纱礼服，一个是肩宽腰细的贵族少爷，另一个则光彩照人，如公主般耀眼。如同白纱与西装的完美搭配，给人一种天造地设的佳偶印象。作为一部偶像剧，自然少不了亲密的戏份。在耳鬓厮磨、暧昧拉扯的场景中，甜蜜指数直线上升，让人沉迷其中。一夜成名受到的伤害，随着磕打的力度增加而加剧。承欢季落幕不久，新剧接踵而至，观众怀旧情深。两部剧中许凯均以霸总形象亮相，角色转换间难免让人混淆。尤其是两段偶遇的场景非常相似，均发生在狭小的电梯内。在与谭松韵的合作中，许凯的演出是内敛的，他们的目光交汇只是短暂的一刻，之后他迅速移开视线，展现出一种淡而不浓的情感表达。许凯低垂着眼，抬起目光时，他的姿态宛如一位猎手，散发着难以抗拒的魅力。他的目光锁定目标，仿佛已经将小白兔视为囊中之物。温暖的黄色光线为他的身影增添了一抹柔和的光环，使得周围的氛围变得更加暧昧。尽管表面上他保持着一种冷漠与距离感，实际上他的心中充满了难以启齿的爱意。在全程追踪剧集的过程中，可以明显感受到亲情的主线贯穿始终，而爱情则作为辅助线索。虽然深情款款的场景不多，但即便如此，剧中的情侣关系依然显得十分强烈。在不经意间牵起手来，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，体现了男性对女性天生的强烈的保护欲望。目光相对，情感的火花在空气中跳跃，每一次呼吸似乎都变得快速而深沉，心动的感觉被生动地呈现出来，如同旧情重燃的再次相遇，仿佛初次见面便心有灵犀，又似门当户对、青梅竹马的年轻伴侣。杨紫似乎与任何人都能产生 CP 感。面对李现那不可抗拒的霸道气质，杨紫展现出了难得的娇羞之态，柔软可爱，透着一股天真烂漫。两人在古装剧中再度合作，历经市场的洗礼，最新的路透照片流出，展现了他们天造地设的才子佳人形象，仿佛天生一对，如同肖战一般。当两人相遇时，甜蜜感瞬间飙升。他们两人的面容仿佛是小说中描写的男女主角，外貌相得益彰，眼神中充满了情感。当他们相互凝视时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宠溺之情，情感深沉到难以自控。他们的亲吻不是轻描淡写的触碰，而是感情自然发展的深情缠绵，彼此之间毫无距离感。与诚意合作，展现真挚而深情的演技对决。范丞丞搭档无年龄障碍，宛若天作之合。长相关键，百搭如此。邻家女孩的形象既平易近人又不失美感，没有攻击性的美。她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表现出色，能够深入故事情节，与角色产生共鸣，从而让观众的代入感更加强烈。这种自然的 CP 感并不需要通过激烈或尴尬的亲密场景来人为增强。在杨紫的众多荧幕搭档中，谭健次无疑是最能触动人心的一位。在长相思的情节中，那些未被官方确认的情侣关系总是被一层薄薄的窗纸所遮掩，从未被直接揭露。
香柳，他内心涌动着强烈的占有欲，却也怀揣一颗冷漠而淡薄的心。在压抑与克制的同时，对于小妖独处时的温馨时光充满渴望。这种通过一层窗户纸传递的微妙情感，甚至比直接得到的甜蜜还要令人着迷。在身高、外貌和气质方面，杨紫与谭健次并不相称。在物料中，邓为和其他人同框出现，十分养眼且搭配得当。与张晚意的相遇，就像现在偶遇的感觉，彼此擦肩而过。即使王弘毅在场，也掩盖不了他们青春的稚嫩。到了谭健次这里，他跳起了粉嫩娇俏的手势舞，更像是在勉强营业。他们各自美丽，没有情侣的默契感，特别是脸小的如同巴掌大小，显得更加轻盈而隽永。相比之下，杨紫则显得稍微粗线条。然而，一旦全情投入，便可能激发出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。他指导他如何握弓射箭，眼神锐利而坚定，身姿宽阔有力，整个气质显得刚毅而非柔和。在那一瞬间，甚至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，仿佛他是高耸入云、顶天立地的巨人。在湖底的初吻，无需技巧，只是顺其自然的发生，如同蜻蜓轻触水面，既唯美又浪漫。带着距离感的魏九，表情中透露出厌恶。瞧那防风背的英俊面庞，唇边轻挤，眉眼微挑，目光明亮闪烁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爱意。小妖主动献上了他的吻，他似乎在拒绝与接受之间徘徊，这让香柳几乎被他的深情所左右，濒临触犯了某种禁忌。然而，最终是他的理智占据了上风。如歌中所吟，红尘九曲处处是，或为恋慕或自苦。小妖与他激烈的相拥，他感到刹那的愕然。彼此的心在这一刻靠得最近，所有的克制都消失了，他们感受到了心跳漏半拍的感觉。然而，随着幸福的氛围愈发浓厚，其背后的悲情也愈加凸显。他们两人的命运早已注定是分离。在第二季剧情的最新预览中，小妖向香柳提出了一个试探性的问题：我应该嫁给谁？两人的目光时而交汇，时而错过。他渴望他能够迈出第一步，即便要流浪到世界尽头也无所畏惧。然而，香柳仍旧违背内心，保持着冷漠，回避着话题，情感深藏不露。小妖终于决定直接面对问题：无论我嫁给谁，那个人绝不能与我哥哥为敌。尽管彼此的道路已经明确，但最终我们还是走向了不同的方向。小妖目送着香柳那孤单的背影，心中充满了失落和叹息。香柳的步履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份沉重，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，再次回头望去时，发现小妖已经消失在远方。他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，那份深藏的爱意始终未曾对人吐露。杨紫的粉丝群体庞大，流量巨大，但他通常不在戏外进行亲密互动。保持边界感，同时不必刻意回避，只需遵循最真诚和自然的相处方式即可。以大度的态度交往，不做作，与 CP 们的关系更像是纯粹的密切朋友。仍记得在剧宣期间，综艺中同框，何炅突然提出了一个关于表白的话题，这时谭健次出人意料地向旁边的杨紫深情地告白：我喜欢你。瞬间让气氛变得紧张，杨紫被吓到了，她的情绪罕见地波动起来，说：吓我一跳。镜头前腰柳的拉扯被重新演绎，即兴展现。镜头紧密跟随着谭健次，眼中充满了深情的丝线。即便是以稳重著称的杨紫，在提到香柳的时候，也不禁眼圈泛红，声音中带着一丝哽咽。这既是观众心中难以平息的情感，也是演员内心深处难以抑制的情绪。只要谭健次与杨紫同台，他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转向杨紫。痴情的凝视，在一瞬间产生幻视般的防风背效果，无需跨越界限的身体接触，
也能甜蜜地触动心灵深处。一有机会就小声交谈，话题似乎永无止境。当话题令人兴奋时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，带着笑意，与面部表情相得益彰。最近，4位男主角再次聚首一堂，唯独缺少了杨紫的身影。整个过程中，气氛显得十分尴尬，彼此之间感到陌生。当话题转向杨紫时，每个人都显得支支吾吾，语无伦次。只有谭健次表现得言辞有物，态度坦诚而大方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或许曾经历过事业的低谷，但正因为此，他对娱乐圈的冷暖人情有着更深刻的理解。杨紫曾透露他心仪的类型，尽管有些天真烂漫，但他直言不讳，行为古怪，非常讨人喜欢。这样的性格对我极具吸引力。剧中充满了无尽的遗憾，观众们都渴望看到现实中的他们能够弥补这些遗憾。实际上，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中，虽然容易遇到姻缘，但真挚的感情却难以寻觅。转念一想，何必追求热烈的爱情呢？保持朋友关系也是不错的选择。